乌俄最新战报：俄军攻占巴赫穆蒂夫卡，乌克兰再使用 ATACMS 导弹袭击克里米亚。俄军事专家预警，乌克兰会在5月7日普京就职典礼之前对克什大桥发动袭击。美国取消 FARA 之后，西科斯基 X2 双旋桨高速直升机参加北约下一代直升机竞标。虽然美国与欧洲近期援乌了不少装备，但是在援助还没有尽数抵乌之前，乌俄战场依旧对乌克兰不利。4月27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就表示，乌克兰前线作战和战略形势困难重重，缺少导弹、弹药以及军事装备，而俄军也希望在北约援助抵乌之前取得一定的战果，这就导致乌军防线开始后撤。俄罗斯国防部4月28日宣布，俄军成功占领乌东村落巴赫穆蒂夫卡，这里距离阿夫提夫卡只有10公里，并且处于比尔蒂奇的北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乌军的防线。4月28日，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瑟尔斯基表示，乌俄前线局势已经升级，最激烈的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维方向。俄军部署了4个旅，试图在阿夫提夫卡和巴林卡以西发动攻势，前往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维。其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占据巴赫穆蒂夫卡之后，就可以南下打击比尔蒂奇防线。对于乌军而言，与其被包围，不如主动后撤再战。目前，乌军已经将战线转移到比尔蒂奇、塞梅尼夫卡以西地区，并重新布置新的防线。在库拉霍维方向，乌军也将战线转移到新米哈伊洛夫卡以西，这里距离库拉霍维仅30多公里。按照瑟尔斯基的说法，虽然俄军在这些地区取得一定的战术胜利，但是无法取得作战优势。刚休整完毕的乌军部队将会在这些地区轮换，取代在前线有重大损失的部队。而且，乌军在赫尔松的战况与此完全相反。在维莱滕克地区，乌军已经控制了内斯特里哈岛。此外，4月28日，防务快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电报频道称，乌军在4月28日再次向克里米亚发射 ATACMS 导弹，袭击位于库尔汉库特角的俄军防空系统部队，具体损失未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对克里米亚的袭击，就是为摧毁克什大桥做准备，通过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增加袭击成功的几率。2023年8月的时候，乌军就曾摧毁位于塔尔汉库特角的 S-400， 随后就展开了对黑海舰队总部以及塞瓦斯托波尔造船厂的袭击，这次大概也是如此。目前有消息认为，乌军会在5月7日普京就职典礼之前对克什大桥发动袭击，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克什大桥已经危在旦夕。由于乌克兰军事资源短缺，就连螺旋桨动力的初级教练机也要上阵。乌军一架 YAK-52教练机在乌克兰南部地区成功击落一架俄军欧蓝无人机，这已经超出了 YAK-52的性能。作为一架初级教练机， YAK-52缺乏常规武器和瞄准设备。不过，坐在飞机后座的成员带了一支步枪，担任空中枪手，准确瞄准并摧毁了俄军欧蓝无人机。事实证明，教练机也可以拦截低速无人机。随着以军加大对拉法地区的行动力度，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袭击次数也越来越频繁。4月30日，俄罗斯商业资讯日报网站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无人机的协助下，袭击了2艘美国驱逐舰、1艘散货船和1艘以色列集装箱船。乌军其实一直都想摧毁克什大桥，但之前不具备打击条件，缺乏金牛座与 ATACMS 导弹，只能在克里米亚和克什大桥制造小范围打击或预演。但是美国援乌法案通过之后，情况就改变了。法案已经说明，美国将援乌首批100枚射程可达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大概率是 Block 4型，配合风暴阴影、无人机以及无人艇，完全可以摧毁克什大桥。不过，导弹威力是一个问题，乌军能否突破俄军防御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俄罗斯也明白这个道理，早早就在克什大桥布置了天罗地网。克什大桥第一次遇袭之后，俄军就在桥墩前建造了特殊的圆柱形混凝土防御工事，并在大桥两侧增添了特别部队，对过往车辆进行核查。在大桥附近的水面上还有各种移动船只监控桥体安全。此外，俄罗斯还动用卫星监视克什大桥，过境点上空的天空有苏27和1238巡逻，并且还把 S-400部署在大桥附近。等到克什大桥第2次遇袭，俄罗斯还在克什大桥周围淹没了6艘轮渡，并在轮渡之间安装护栏，以防止乌军自杀式无人艇的袭击。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乌军导弹能否突破俄军布置的防空网呢？就火力军来说，答案是肯定的。4月17日，乌军使用12枚 ATACMS 打击战客一机场，导致4台 S-400发射车被摧毁。4月28日，乌军再次使用 ATACMS 打击塔尔汉库特角的防空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俄军防空有多拉胯。而且摧毁克里米亚的防空之后，乌军导弹可以长驱直入。同时，乌克兰还使用了美国的 ADM-160诱饵弹来探测克里米亚防空系统和雷达，避开的难度并不大。北约飞机也可以为乌军提供情报支持，这点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乌军能连续击落 A50U 图 2M3， 北约提供的情报支持功不可没。此外，通过前2次的袭击，乌军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炸桥经验，已经获取了克赤大桥立体保护网络的薄弱环节、俄罗斯防御的响应时间以及摧毁这座大桥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等核心数据。总的来说，乌军是肯定想要摧毁克赤大桥的，无非是方式不同。这点就看美国援乌 ATACMS 导弹的战斗部型号。如果是之前的集束导弹战斗部，虽然也可以用来打击克赤大桥，但集束弹药对坚固目标的毁伤效果有限。不过乌军可以通过摧毁克里米亚的防空之后，让战机发射风暴阴影，与无人机、无人艇配合，从而摧毁克赤大桥。当然，如果美国援乌采用高爆弹头的 ATACMS 导弹，那就另当别论了，直接打就行了，而且效果更好。另一边，援乌方面也有好消息，美国从哈萨克斯坦购买了81架苏联时代的战机，将援助给乌克兰。近几年，哈萨克斯坦一直打算更新空军装备，并且已经增购了24架苏 30SM， 并考虑采购法国阵风、瑞典鹰狮等北约战机，所以淘汰老旧苏制战机也很正常。去年10月，哈萨克斯坦曾通过拍卖的方式出售111架苏联时代的老式战机。不过，基辅邮报4月28日爆料，其中的81架被美国通过境外中介机构买下。美国购买苏式战机目的只有一个，援助给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出售的苏式战机包括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生产的米格31、米格27、米格29和苏24。美国购买81架，总共花了226万美元，平均每架飞机价格不到2万美元。换成正常战机的话，只能买一个轮子。印度在2019年打算购买21架米格29，总价值8.47亿美元，单价超过4000万美元。当然啊，便宜没好货，这次参与拍卖的战机都被标注为无法使用，而且从成本上看，对这些战机加以改造，让其上战场也有些不切实际。虽然美国还未明确这批战机的用途，但火力军估计这批战机可能会被交给乌军做诱饵，或者通过拆解这些战机来获得一些零部件。美国取消 FARA 之后，西斯科基 X2 双旋桨高速直升机参加北约下一代直升机竞标。4月29日，澳大利亚人报网站报道，时隔80年，美国海军重返巴布亚新几内亚。报道称，美国海军已经在位于巴辛洛斯内格罗斯岛的战略要地隆布鲁姆海军基地启动各个项目，包括一个700平米的训练中心以及船只设施和码头。隆布鲁姆海军基地属于美军二战时期主要的海上行动和维修基地，重要程度可以与珍珠港相媲美。二战结束后，美海军就放弃了该基地，并将其交给了澳大利亚。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交还给巴辛。GKN 及其英国的母公司梅尔罗斯工业公司之前打算在2024年年底关闭黑泽尔伍德工厂，原因是获利能力不佳。波音公司得知之后，立即发动诉讼战，称 GKN 违反了 F-15与 F-18供应零件的商业协议。目前这场商业纠纷已经以一种戏剧化的结尾落幕。波音公司直接收购了 GKN 公司有关战机零件的部门，这是一场三赢。GKN 公司不用担心诉讼，波音公司不用担心 F-15、F-18战机的零件生产，黑泽尔伍德工厂的员工也可以继续工作。美国陆军终止未来攻击侦察直升机计划后，西科斯基研究多年的双旋桨高速直升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只是就这样废掉也有点可惜，于是西科斯基就打算基于 X2 直升机的规格做一份提案，去竞标北约提出的下一代旋翼机潜力计划。这也是该项技术第3次参加重大直升机竞赛，估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西科斯基是美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直升机研发商，最经典的作品就是黑鹰直升机。只是在替代黑鹰的未来远程攻击机计划中，西科斯基与波音联合研发的 SB-1 输给了贝尔公司的 V280 轻转旋翼机。2024年2月，美国陆军认为直升机在未来战场的存活率不高，加上无人机异军突起，直接取消了 FARA 计划。
西科斯基又没能拿到订单，于是西科斯基已经在研究直升机上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也想找个机会把自家产品卖出去。刚好在2024年1月份，北约授予洛马一份价值220万美元的概念研究合约，而洛马就是西科斯基的母公司。不过呢，这并不能代表西科斯基能赢得竞标。火力军认为很难。NGRC 计划是北约2020年11月启动的。按照北约的说法，中型直升机是北约部队迅速部署与进入战区的关键力量，对性能的要求很高，模块化、开放式架构属于标配。同时，下一代直升机的起飞重量要在10吨到17吨之间，理想成本不超过3500万欧元，可执行特种作战、搜救和医疗后送等任务。NGRC 计划招标之后，空客公司就加入了，成果就是竞速高速直升机，采用环形机翼以及2具推进桨，在4月25日就已经进行了试飞，目标巡航速度每小时407公里，接近传统直升机的2倍。只是对于西科斯基而言，单纯的拼性能还不好说，重点在于欧洲公司不用拼性能，拼脸就行了。NGRC 计划是欧洲国家推动的，虽说北约全体成员都可以竞标该计划，但按照欧洲那边的潜规则，国防工业要摆脱美国依赖的。火力军估计，如果性能差不多的话， NGRC 计划大概率会直接在欧洲内部消化。英国计划在10年之内装备国产高音速导弹。4月27日，英国《每日电邮报》报道，英国将在2030年之前部署国产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导弹项目这方面，英国一般都是找一个队友，分担资金以及技术上的压力。但英国这次表示，该导弹将完全由英国设计和制造。英国计划增加的750亿英镑国防预算，就会有一部分用于研制高超音速导弹。至于计划能否实现，火力军认为很难。英国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还处于初期阶段，没有确定是从陆地、军舰还是从空中发射，而且在建造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英国需要从头开始研发一种新材料，从而承担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此外，英国可以通过澳英美联盟获得高超音速滑翔武器，所以英国这次研究的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对发动机的要求很高。英国目前的计划是研究超燃冲压发动机，难度有多高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继英法之后，意大利也开始援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英国国防防长夏普斯透露，意大利已经援乌一批库存中的风暴阴影导弹，成为继英法之后第3个援乌风暴阴影的国家。意大利援乌，火力军认为没什么好奇怪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英国宣布这件事？意大利政府也没有正式确认。北约军事专家推测，意大利的这笔援助是在不正式宣布的情况下，由意大利以升级导弹的名义转交给英国，最后再援助给乌克兰。这点不是没可能。夏普斯宣布意大利援乌风暴阴影时，正在访问欧洲导弹集团的英国生产基地。英国武器库中的风暴阴影导弹正在这里进行现代化升级。而意大利购买风暴阴影导弹的时间最早是在1999年，截止目前为止，大概购买了200枚，基本都需要返厂维护和升级，之后就可以趁机提供给乌克兰。此外，夏普斯也宣布了英国改良版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计划，目的就是扩大英国军事工业的制造能力，从而确保英国与乌克兰对潜在敌人进行有效打击。为帮助坦克抵御敌方无人机，以色列 IAI 提出一种新方式，效果碾压俄军的铁笼与乌龟壳。以哈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国防军为了减少哈马斯无人机对己方坦克造成的损伤，就在梅卡瓦坦克的上面增加了一层金属网。这层金属网可以使反坦克炸药在抵达坦克之前被引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炸药对坦克的损伤。乌俄战场之上，俄军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不过金属网的方式虽然有效，但是太过简陋。于是以色列 IAI 就提出了一种新方案，在装甲战车的顶部加装 ELI-3312 猎眼，可用于执行反无人机作战。ELI-3312 最早是2016年推出的，当时主要用于反游击作战，打击战场上的单兵目标。简单来说， ELI-3312 就是将2个主要传感器的功能组合成一个传感器系统，分别是即时检测和识别地面监视雷达，以及安装在远程武器站上面的嵌入式光电传感器，可以检测和跟踪敌方人员和车辆移动，并对目标实施打击。从本质上来说， ELI-3312 就是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的雷达与光电传感器独立出来，安装在遥控武器站上。此外， ELI-3312 是模块化，可以轻松适应各种武器站和船只，拦截无人机也是轻而易举。
只是因为 IAI 限制了有关 ELI3312 系统的消息，所以外界知道的并不多。不过就 ELI3312 的配置来说，这种高科技的反无人机系统还是很受欢迎的，根本不缺客户。只是以色列国防军最终会如何接收，还有待观察。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克兰会在什么时候摧毁克什大桥？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